行情有变盘迹象，但是否站稳还不好说。先观察下，简单说2点。以下内容仅是个人分享，不作为投资建议。最近上涨的币种已经转为机构重仓区，以 UniSushi ETH 等为代表，但 UniSushi 有可能是受益于币安被罚的影响。ETH 的表现需要重点关注下。我看了下，上涨不是一气呵成，这波能否突破且站稳年内高点犹未可知，但只要站稳，则预示 ETH 生态将面临大爆发，潜在的 LSD、L2 等都将拉升，散户牛将传导至机构牛，并且持续时间也将延长，所以 ETH 的点位非常关键，导致 FTT UniSushi 的拉升，有部分是币安事件的发酵。一方面，某安被罚巨额罚款，市场可能猜测 SEC 会通过罚款来支撑 FTX 的重启，因此 FTT 在前阵子反弹势头凶猛。另一方面， SEC 面临中心化的问题，市场担忧其他 SEC 也会面临监管重拳，因此以 UniSushi 为代表的 DEX 涨势良好。说到底，这都是币安事件的事件型驱动拉升，持续性不会太长。关于小矿币玩法，只适合小资金，如果是上了大锁，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所以要去 MX、Gate 等小锁买炮 AI 赛道的币时，建议小资金玩法，如果翻倍了就可以考虑出本金，除非你买到龙头哈。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是35800附近位置，如果4小时级别重新下跌到35800附近，那么我们要高度重视短期趋势破坏，到时候行情会继续试探底部的支撑位置，到时候再说支撑位置在哪里。那么下一波牛市来临之前，哪些币种还有20倍潜力 ？Link 预言机赛道的龙头，虽然已经涨了2到3倍的，但是我依然觉得它是潜力无限。不少的 KOL 也讲过，它是链接现实世界和区块链世界的桥梁，可以称它为3饼。其实它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，比如现实世界 NFT、保险、二手车、物联网等等，所以创新价值可以打5星。市场规模也是看 DeFi 领域有多大，它就有多大。目前市值80亿美金，上波牛市最高市值160亿美金，目前还有40%的代币未解锁。如果说达到上波牛市高点，然后按照释放每年大概7%的排放，基本可以忽略。所以说下波牛市再翻10倍，到600到800亿这个体量是问题不大的。那么也就是即使是目前的体量，也有10倍的空间。UniDEX 的龙头，虽然前段时间团队的做法伤到了一些持币大户的心，但是依旧不妨碍它是目前最大最好用的 DEX 之一。目前 TVL 37亿美金，遥遥领先，特别是马上要推出的 B4 版本会更加的好用，创新指数也是满分，市值规模金融赛道也是满分，目前市值28亿美金，上波牛市最高峰366亿美金，目前代币还有42%未解锁，每年释放2%，所以就算它达到上波牛市的峰值，也有将近13倍的空间。而这波牛市预估600到800亿，所以至少还有25倍的空间。Ape NFT Coin 的龙头 Yuga Labs 的运营能力是金字塔顶尖界别的，目前也完成了团队重组，准备冲刺这个炼油。这个团队仅凭 Bake 这个 IP 的版税收入就每年5000万美金，牛市1.5亿美金，手里有大量的现金，所以我不信他这个游戏做不好，一定会做得好。Yuga Labs 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自己，这个团队能力我给满分。炼油赛达也很大，目前还有64%的代币未解锁，每年释放7.5%的比例，目前市值5.4亿美金。至于市值的预估，可以参考上波牛市炼油 XE 最高市值450亿美金，所以目前来看还有80倍的空间。SNX DeFi 领域合成资产龙头，潜力无限大，所在行业无限大，它可以把任何现实世界的资产合成在链上资产，
大大推动了区块链金融行业的发展，目前也是翻了3倍，涨幅凶得很，说明很多聪明钱已经进来了。目前市值9亿美金，目前也基本解锁，没有什么所谓的通胀，因为别人拿东西过去抵押，就会合成 SNX， 所以这个没有意义。当然，目前的 SNX 的机制里面也有零和博弈的东西，也是至少是200到300亿的市值，也就是还有30倍的空间。以上是本期内容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